大家好，這支影片還是繼續使用 Yankee 這個外掛來產生跟 Anki 相關的閃卡，同樣也是使用下面這3個外掛。首先就是用 Copilot 來產生需要的卡片格式跟中文的注音，再用 NoteSplitter 把 ChatGPT 產生好的筆記內容給拆成許多則的筆記，最後再透過 Yankee 外掛把這些筆記同步到 Anki 系統，最後就可以形成與國文注音相關的閃卡。以下我們就來看一下整個操作的程序。首先使用下面這一個 prompt 來生成需要的筆記內容，在這個 prompt 裡面，首先定義了11行的格式，這11行就是我們要產生出來的筆記的格式。首先第一行就是完整的一個文字的內容，但是呢要把雙引號轉成中文的引號，在 begin 跟 end 裡面會放入需要產生的中文。接着第2行到第5行就是 Yankee 的格式，它會形成一個含了反向卡片的基本型的筆記。第6行就是問題的答案，首先就是要把注音給生成出來，因為有時候 ChatGPT 会把聲調給忽略掉，因此在這一邊就特別來指示 ChatGPT 不可以省略聲調的符號。第7行、第8行、第9行這3行就會形成 extra 欄位，也就是反向卡片裡面的第3個欄位。最後在第4行就輸出整個完整的文字，也就是像釐清這個字呢，會把雙引號給拿掉，一個完整的文字會放在 extra 這個欄位裡面。這個時候就可以透過 Awesome TTS 來對第3段來做播音。第11行就是每一個問題中間的分隔字元，是用3個井號當做分隔的字元。只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prompt 以後，就可以讓 ChatGPT 生成我們需要的這一些問題跟答案了。先來整個操作一遍。首先啟用 Copilot 外掛，它會跑到右邊側邊來，把它移到中間的位置，這樣子內容比較大。接着把這個 prompt 複製起來，然後整個把它複製到 Copilot 裡面，點擊 Send。這個時候 ChatGPT 就根據我們的指示開始來生成需要的內容了。生成完畢以後，就直接點擊 Save as Note， 把剛剛生成的內容產生成一個新的筆記。這個就是生成好的筆記了，把原先 AI 冒號上面的內容呢，整個都刪除掉。最後面它也多生成了3個倒引號，整個都把它刪除掉。這個就是我們要生成閃卡的內容。有了這個筆記的內容以後，就再透過 NoteSplitter 把這多則的筆記拆成一則一則的筆記。NoteSplitter 它會先產生在 NoteSplitter 這個資料夾裡面，就按下 Ctrl P。在 Mini 面板裡面輸入 Splitter， 找到 Split by Delimiter 執行。這個時候它並沒有正確的執行，要看一下 NoteSplitter 的設定是不是它的分隔字元有被修改掉。輸入 Splitter， 找到 NoteSplitter， 進入它的選項，在這個地方分隔字元改成了點。事實上我們會需要的是3個井字號。新版的 NoteSplitter 增加了一個是不是要把分隔字元也同樣輸出的選項，我們不需要。所以這個就把它給刪掉。設定好了以後，再回到筆記這一邊，再重新執行一次 NoteSplitter 的 Split 指令。好，這個時候已經做完了，可以看到 NoteSplitter 裡面就已經產生需要的內容了。像這個是逛，然後它的注音，這個是遲到，遲的注音，聲調也有產生。接着再把 NoteSplitter 的這些檔案複製到060 Anki 的資料夾裡面，需要放到060 Anki 的 Chinese-7A-1 這個資料夾。那我們一樣透過 Multi Commander 來做操作，左邊是 NoteSplitter 的內容，右邊是 Chinese-7A-1 的內容。我們把這裡面的內容全選起來，按下搬移，把內容全部搬移到右邊。這樣子 Anki 的資料夾裡面已經有檔案了。這個時候再回 Obsidian。再按 Ctrl P 來執行 Yankee， 輸入 Yankee 以後，再執行它的 Sync 的指令。然後右邊可以看到，它就開始在做同步了。執行 Yankee 之前，當然要確定 Anki 系統已經啟動。這個時候可以看到 Chinese-7A-1 已經產生好新的卡片了。點擊瀏覽來看一下它的內容，比如說點擊了謀財害命，再點擊這個預覽，這個是正面，然後接着是它的背面，就把這一個中文閃卡的內容給顯示出來了。要再做一個動作，原先 Yankee 的這個筆記類型是有做 TTS 播音的處理，但是我們目前剛剛看到的中文閃卡並沒有出現播音的符號，這個我們必須要做一個特別的處理，可以從工具裡面找到管理筆記類型，
因為我們是使用含了反向卡片的筆記類型，所以我們要選擇 and reverse the card with extra， 然後點擊卡片。在這個地方原先會有一個播音的符號，為了讓中文不要出現播音的符號，因此在正面模板裡面就做了一個 JavaScript 的控制。首先就是使用井號 extra 來指示，如果 extra 有內容的話，就使用英文來播放 extra 這個欄位。如果 extra這個欄位沒有內容的話，就用 front 來做播音，但是這兩個都是在英文的狀態才需要播音，中文是不需要，所以就寫了一段 JavaScript 來做這一個播音符號的隱藏的動作。在 script 裡面透過兩個大括號 deck 來取得牌組的名稱。如果牌組的名稱是有 Chinese 這個字樣的話，就把上面的 front 跟 extra 這兩個 div 呢，都把它給藏起來，這樣子播音符號就可以讓它消失了。所以在這一邊先取得 front div 的物件，然後把它的 style 裡面的 display 改成 none， 也就是把它隱藏起来。接着再去判斷 extra， 如果 extra 有成功的取到，也是一樣把它隱藏起來。這樣子在中文的閃卡裡面就不會看到播音的符號了。模板裡面的這整個內容，其實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個網頁。這個網頁它是使用了表達式標籤的方法來把 Anki 的欄位給鑲入在這個網頁裡面哦。解說文章裡面有做比較多詳細的介紹。模板其實就是一個網頁，大括號 front 它欄位其實就像是 PHP 或是 ASP 或是 JSP 裡面的 expression tag 的用法，所以在整個模板裡面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來直接取得牌組的名稱，然後也可以對它做 JavaScript 的控制，因為它就像是 JSP 的網頁的操作。這個大括號其實就是 Anki 的欄位直接鑲入這個網頁裡面的，它在執行的時候就會動態的去取得目前的內容，就可以透過這樣子來做模板的控制了。今天就是又介紹了一個國文的閃卡的製作的功能，主要還是在說明模板的 JavaScript 它的整個操作的原理。希望對於大家在使用 Anki 或者是 Obsidian 上能夠有幫助。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於你的學習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謝謝各位。